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稳居世界霸主地位，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历史的教训十分清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可以永远延续。罗马帝国的荣光早已不复存在，大英帝国称霸全球的时代也渐行渐远，美国也不会是例外，终有一天会走下神坛。美国的霸权大致延续了将近80年，从二战后主导全球重建，到冷战时期领导西方阵营对抗苏联，再到苏联解体后坐享单极时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度说一不二。然而进入21世纪后，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优势地位正逐渐动摇。美国经历了911事件和随后的中东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漫长战事中消耗了巨额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体制的脆弱，国内政治撕裂和民粹主义抬头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全球权力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越来越多国家寻求摆脱对美元和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依赖，组建新的经济与安全联盟。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美元霸权也正面临去美元化的挑战。简言之，昔日一超独大的局面已开始走向多极化，美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左右世界。可以想见，一旦美国的全球霸权真正走向终结，世界政治格局将陷入剧烈动荡。那些长期依赖美国撑腰的国家，基本就像失去奶瓶的婴儿，没有了美国的保护，他们的生存将变得异常脆弱。在这场巨变中，有3个国家将首当其冲，面临灭亡的风险，他们就是日本、乌克兰和以色列。而其中排名第一的日本，更是因自身所作所为早已得罪了全世界。一旦失去美国庇护，前景可谓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提起日本，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尖端科技和流行文化。然而，一旦美国的霸权终结，日本常年潜藏的困境可能会在瞬间全面爆发。为什么这么说呢？自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便与美国绑定在一起，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全面重塑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新的和平宪法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将原有军队改组为仅供防御的自卫队。日本因此无法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军队，只能寄希望于日美安保条约来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在日本驻扎了数万军队，提供覆盖日本的核保护伞，承担起防卫日本的重任。然而，如果有一天美国的霸权瓦解，这把保护伞也将随之消失。失去美军撑腰的日本将不得不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周边虎视眈眈的强敌。日本所处的地缘环境并不太平，北边有不时试射导弹的朝鲜，西边是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中国，东边隔海还有对北方四岛觊觎已久的俄罗斯。这些邻国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日本可以轻视的对手。尽管日本自卫队拥有先进装备，但和这些大国的军力差距非常明显。一旦真的爆发冲突，在没有美军支援的情况下，日本根本无法同时抗衡中俄朝多方压力。而受和平宪法束缚，日本近年来想要扩充军备也困难重重，就算下决心重新武装，也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足以自保的防御力量。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日本全境驻扎的美军人数多达5万，设有横须贺、加手纳等众多基地，几乎将日本战略要地都置于美军保护之下。这些基地的存在，在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引发过当地居民的抗议和不满。然而日本政府深知，正是美军的存在，才让日本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一旦美军彻底撤离，日本自卫队短期内根本无力填补这巨大的防御缺口。面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局势，日本近年也试图加强自身军力。例如，政府决定在未来几年将防务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 并计划采购远程巡航导弹等反击武器，甚至考虑建立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但即便这些计划顺利实施，相较邻国庞大的军事力量，日本的新军备仍是杯水车薪。目前中国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海军和先进空军，导弹数量远胜日本，自卫队难以匹敌。
朝鲜则已拥有核武与各类中长程导弹，过去就曾试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令日本民众人心惶惶。哪怕日本再扩军，在没有美国为后盾的情况下，面对这些威胁仍显得势单力薄。日本曾在20世纪80、90年代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度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然而那段辉煌岁月背后，也离不开美国提供的国际市场和安全稳定环境。冷战期间，美国为巩固日美同盟，对日本经济发展予以默许和协助，使其迅速崛起。但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20年，增长停滞至今，仍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这种情况下，日本更加依赖出口和海外投资来维持经济活力。一旦美国霸权衰落，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脆弱的日本经济将无法承受巨震。届时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政府税收锐减，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会陷入困顿。昔日富裕安定的社会将分崩离析。屋漏偏逢连夜雨，日本在国际上的种种行为也使自己树敌众多。2021年，日本政府不顾反对声浪，执意将福岛核电站上百万吨仍含放射性物质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此举立即激怒了全球环保组织和周边国家。邻近的韩国和中国对日本的海洋污染问题表达强烈抗议，许多国家对日本海产的安全表示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在2战期间的侵略历史至今挥之不去，政府官员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时常态度强硬，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周边国家强烈不满。可以说，日本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经济上脆弱不堪，在国际上又得罪了太多国家。一旦美国撤离，他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考虑到潜在的危机，有观点认为日本应该早做打算，另寻支柱，例如设法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或加入更多元的国际安全合作。然而以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积怨之深，短期内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欧洲虽与日本同为美国盟友，但地缘遥远，也无法提供实质保护。最终，日本仍不得不依靠自己。而经历了几十年在美国羽翼下的安逸岁月，今天的日本是否还能找回当年明治维新时那种自强不息的意志，实在令人怀疑。不妨设想一下，某一天，美军最后一艘航空母舰缓缓驶离横须贺基地，美国官方宣布终止对日本的安全承诺。消息传出后，日本举国震动，东京股市闻讯暴跌，日元汇率急剧贬值，银行门口挤满提取现金的民众。政府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班加点制定自卫队扩军和国土防卫计划。然而此时此刻，日本的邻国们不会给他太多准备时间。中国海军舰队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巡航，以实际行动宣示主权。朝鲜则发布新一轮导弹试射计划，导弹落点越来越接近日本领海，就连俄罗斯也派军机沿日本周边频繁飞行，展示武力。在内忧外患夹击下，日本社会人心惶惶，右翼势力开始鼓吹重振军国主义，煽动极端民族情绪，甚至有政客提议日本应迅速研制核武器以自保。然而这些激进主张不仅进一步激怒了周边国家，也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和分裂。许多日本民众对军国主义的阴影仍心有余悸，他们忧心国家会被少数人再次带回战争歧途。在经济动荡和安全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往日安定繁荣的日本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恐慌之中。综上所述，日本将同时面临军事、经济和外交3重危机。失去美军保护，它将缺乏自我防卫的能力。没有美国市场和美元体系的庇护，日本经济恐怕难逃崩溃的命运。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孤立无援，日本再也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更令人担忧的是，走投无路之际，日本还握有迅速发展核武的潜在能力。如果局势危急到无法收拾，某些政客会不会铤而走险，将核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一旦真的如此，东亚的安全形势将变得极其可怕，核辐射与战火的阴云将笼罩整个地区，连邻近的韩国也可能难以幸免。总之，一旦美国霸权倒塌，日本极可能第一个随之倒下。
甚至最终走向国家覆灭。那时的日本恐怕只能用自作自受来形容。再来看看乌克兰，这个东欧国家近年来频繁占据着国际新闻的头条。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后，乌克兰迅速倒向西方阵营，极力与美国和北约靠拢。然而，如果美国的霸权骤然消失，乌克兰很可能会成为最先倒下的牺牲品。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从历史上看，两国有着数百年的复杂关系，但当前更致命的是眼下正上演的战争。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乌克兰顿时陷入生死存亡的战火之中。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持续到现在，主要仰赖美国和北约源源不绝的军事援助。自2014年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支援，包括武器、弹药、情报、训练等各方面。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和西方甚至进一步提供坦克、大炮、防空导弹等重型武器，支撑乌克兰艰苦抵抗强敌。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初，乌克兰本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终极安全保险核武器。苏联解体时，乌克兰境内遗留了庞大的核武库，一度拥有仅次于美俄的核武数量。但在西方的游说和承诺下，乌克兰于1994年签署布达佩斯安全备忘录，放弃了所有核武，以换取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对其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保障。遗憾的是，不到20年后，这些书面保证就沦为一纸空文。俄罗斯公然出兵占领克里米亚，美国和英国虽然口头谴责并对俄实施制裁，却未能阻止局势的演变。这段经历让乌克兰深刻地认识到，寄望他国的安全承诺是多么脆弱。然而即便如此，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更加依赖美国和北约，希望西方的持续军援能保住最后的国土。乌克兰对外援助的严重依赖，使得他的处境异常脆弱。一旦美国的援助突然中断，乌克兰的防线恐怕会立刻土崩瓦解。现在前线的乌军弹药已经捉襟见肘，连155毫米炮弹都必须精打细算的使用。许多乌克兰士兵在残酷拉锯的战场上身心俱疲，如果意识到背后的美国不再支持，他们的士气将急剧崩溃，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溃败。倘若美军抽身而去，欧洲其他国家也难以单独撑起援助的重担。欧洲各国的军援无论数量还是决心都远远不及美国，而且一旦失去美国统筹，欧洲内部能否继续团结抗俄都要打上问号。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将不得不孤军面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攻势，结局可想而知，俄军很可能长驱直入，一举击溃乌克兰军队。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基辅街头看到飘扬的白旗。战场上的溃败只是悲剧的一部分，乌克兰的经济也已经摇摇欲坠。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本就是欧洲较贫困的国家之一，连年冲突让经济雪上加霜。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22年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前一年暴跌了约30%，战争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政府为了支撑军费和民生开支，累积了巨额债务，几乎完全依靠美国和欧盟的资金才能维持国家运转。如果美国的资助中断，乌克兰政府将立刻陷入无法支付军人和公务员工资的窘境，甚至连购买武器弹药的经费都筹措不出来，国家机器将彻底瘫痪。此外，战火对乌克兰产业的破坏也是毁灭性的。往日作为全球粮仓之一的乌克兰大片农田在炮火中化为焦土，粮食产量和出口大幅下滑。工业方面，东部顿巴斯地区曾经的重工业基地大都被炸成废墟，产能损失殆尽，整个经济结构脆弱不堪。一旦失去外部援助，乌克兰几乎无法维持最基本的国计民生。更严酷的考验还来自寒冬和能源。俄罗斯手中掌握着欧洲的油气供应命脉，每逢冬季，能源就成为对付乌克兰和要挟欧洲国家的武器。如果美国退出这场博弈，俄罗斯很可能完全切断对欧洲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让整个欧洲大陆陷入刺骨寒冬。对缺乏能源保障的乌克兰人民而言，一个寒冷的冬季足以击溃他们坚持下去的意志。当黑暗冰冷的夜晚降临，没有暖气与电力供应，乌克兰将迎来难以想象的人道灾难。更何况乌克兰内部本就存在严重的分裂和腐败问题。传统上，乌克兰东部不少民众怀有亲俄倾向，
而西部地区则更亲欧亲美。这种内部分歧长期削弱着国家的凝聚力，同时政坛腐败屡见不鲜，政府威信也不断受损。如果美国不再撑腰，基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将明显下降，国内各派势力可能蠢蠢欲动，一些东部地区甚至可能直接倒向莫斯科的怀抱。届时乌克兰将四分五裂，再度沦为大国角力的牺牲品，其领土和主权任人肢解摆布。如果美国援助骤停，战场形势很可能在短短数周内急转直下，弹尽粮绝的乌克兰军队将再也无力抵挡俄军的步步进逼，大批城镇相继陷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坦克轰隆驶入基辅市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得不仓皇逃亡邻国，寻求庇护。西方媒体会抢先报道乌克兰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欧盟各国对此虽深感不安，却也只能无奈接受事实。俄罗斯随即扶植一个亲俄傀儡政权，接管乌克兰残存的领土，宣称乌克兰回归俄罗斯怀抱。大量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罗马尼亚等邻国，引发新一轮欧洲难民危机。整个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将从地图上被抹去，只剩下一片支离破碎的废墟与满目疮痍的土地。千千万万乌克兰平民在战火中流离失所。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流血冲突将以乌克兰的亡国灭顶而告终。对乌克兰人民而言，这将是一个无比沉痛的结局。近年来凝聚起的民族自豪感和融入欧洲的梦想会在炮火中粉碎，一整代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将是亡国奴般的屈辱和绝望。历史的巨变就是如此残酷，也许一夜之间，国家的旗帜、货币和边界都将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必须重新开始漫长的奋斗，才能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生存权。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国土狭小，人口不多，却凭借美国的鼎力相助，在敌意环伺的邻国中屹立了70余年。从建国之初开始，以色列就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援，尤其是美国始终是他最坚强的后盾。没有美国，就没有今日的以色列。然而，假如有一天美国的霸权垮台，以色列所仰赖的空间也将被大大压缩，他将不得不独自面对四周环伺的强敌。以色列周边可谓危机四伏，几乎所有邻国都曾与其兵戎相见。中东多个国家和武装组织对以色列恨之入骨，其中伊朗的领导人长期扬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黎巴嫩的真主党拥有大量火箭和导弹，随时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的宿敌叙利亚也一直伺机报复。几十年来，以色列之所以能在这片敌意的海洋中存活并保持军事强势，主要依靠的就是美国源源不绝的援助和保护。事实上，若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以色列恐怕早已葬身于战火之中。从历次存亡之战中，美国的作用始终不可或缺。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里，以色列在西方情报和武器支援下率先发难，仅用6天就击溃埃及、约旦、叙利亚等阿拉伯联军，奠定了中东军事强国的地位。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则是另一番景象，埃及和叙利亚联手发起突然袭击，以色列一度腹背受敌，危在旦夕。关键时刻，美国开启空中桥梁，紧急运送坦克、炮弹等军备，以色列才稳住了战线并逆转战局。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撑腰，以色列很难从那些险象环生的战争中全身而退。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供应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以色列空军列装的 F-35 隐形战机，美以合作研发的铁穹防空系统等尖端武备，都是美国保障以色列军事优势的缩影。甚至在常规援助之外，美国也不惜斥巨资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利益。2023年，美国更是破例追加了一笔高达144亿美元的特别军援，足见以色列对华盛顿的依赖程度。一旦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复存在，这些源源而来的金援与先进武器都将戛然而止。没有美制武器和技术的持续书写，以色列将很快失去对邻国的军事优势。除了实质军援，美国还给以色列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外交保护伞。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针对以色列的谴责和制裁提案屡屡因美国的一票否决而胎死腹中。
许多阿拉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曾试图通过国际压力惩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强硬政策，但每当关键时刻，美国总能替以色列挡下风头。然而当美国的影响力不在，以色列将首度暴露在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的风口浪尖。多年来，以色列因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强硬而饱受全球谴责。他在许多国家的民意中形象不佳，支持他的几乎只有美国及少数西方盟友。如果没有美国撑腰，以色列很可能陷入全球性的外交孤立，面对接踵而至的谴责、制裁甚至武装抵制。曾经强硬无比的以色列政府，届时恐怕将不得不低下头来，被迫面对现实做出让步。军事上失去优势，外交上失去庇护，以色列的处境将变得极为危险。尽管以色列据信拥有数十枚核弹头，但这些终极武器并不能真正保障它的生存。一旦在常规战场陷入绝境，动用核武无异于自取灭亡。不仅整个中东都将陷入毁灭性的核浩劫，世界各国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可以想见，如果以色列胆敢发射核武器，不光会遭到全球一致的严厉制裁，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国际武力干预，那将是以色列彻底灭亡的序幕。因此，核武并非以色列真正的保险。以美关系生变后，以色列还将面临周边敌对势力的联手围攻。以色列军队虽然战斗力强，但在人口和资源上远远无法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抗太久。一旦没有美军暗中制衡，中东各路反以色列力量的胆子将更大。也许用不了多久，以色列的边境就会同时燃起战火。如果届时以色列节节败退，连核心的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被战火波及，那么以色列人民将面临又一次亡国离散的巨大危机。数百万犹太人可能被迫背井离乡，重演上世纪40年代流离失所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经济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中东的科技创新中心，被誉为创业国度。许多西方资本投资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造就了一批活力四射的创新企业。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稳定的安全环境和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一旦美国不再撑腰，以色列陷入安全危机，国际资本将会闻风而逃，尖端人才也可能移民他国，以色列经济将遭受重创。也有人认为，以色列可以转而寻求其他大国的庇护，例如拉拢俄罗斯或中国，加强与他们的安全合作。然而现实是，俄罗斯在中东与以色列利益相左，中国也一直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诉求，没有任何国家会像美国那样无条件偏袒以色列。失去美国后的以色列几乎找不到可以替代华盛顿的靠山。总的来说，失去美国庇护的以色列就像没了水源的绿洲，在无情的沙漠中难以长久维系生命。多年来的强硬和依赖让他树敌无数，却又缺乏独自生存到底的条件。如果美国霸权终结，这颗中东的明珠很可能迅速陨落，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回顾日本、乌克兰和以色列这3个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把自己的未来深深绑在了美国霸权之上。正因为如此，一旦美国这根支柱倒塌，他们也将失去依托，彻底暴露出自身脆弱的本质。日本仰赖美军的保护和美国市场的滋养，乌克兰靠着美国的军援苦撑战争，以色列在美国庇护下对抗整个中东世界。他们在美国强盛时，如同把高楼建立在美式支柱上，看似稳固，实则地基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旦支柱倾倒，高楼便难免崩塌。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长久寄人篱下，终非良策。对这些国家而言，与其等美国倒下后再付出沉重代价，不如未雨绸缪，寻求更多元的出路，降低对单一霸主的依赖。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多年来的政策选择已使他们深陷泥潭，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弦易辙。一旦美国霸权真的走到尽头，等待这3国的恐怕将是命运的无情清算。历史上，大国霸权的兴衰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苏联解体时，许多仰赖莫斯科的国家和政权也迅速崩溃。东欧的社会主义政府相继垮台，古巴遭受沉重经济打击，远东的朝鲜更是在失去援助后陷入大饥荒。如今美国的盟友们也将面临类似考验，
他们的处境就如同乘坐在美国巨轮上的乘客，一旦巨轮沉没，很难独自漂浮太久。可以预见，美国霸权的衰落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政治板块的大挪移，而日本、乌克兰、以色列的命运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缩影。对这些国家的民众而言，国际风云变幻带来的将是切肤之痛。他们曾经习惯了美国提供的安全网，如今这张网渐渐破裂，每个人都将被迫直面狂风巨浪的冲击。国际关系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只有自身强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目前这三国的处境也给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提醒世人过度依赖他国庇护终非良策，唯有提前谋划，加强自立自强，才能在大国博弈的骤变中保全自身。